北京的冬夜，零下3度的寒風裡，一架專機緩緩降落，艙門打開，加拿大總統卡尼走下舷梯，甚至沒來得及整理被風吹亂的外套，就徑直走向中方階級官員，緊緊握住對方的手，站在舷梯旁聊了起來。這不是客套的寒暄，更像是帶着滿肚子的話，揣着10萬火急的心事，那種迫不及待的情緒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。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星球熱點，國家大事從不缺席，輿論場中抽絲剝繭，聚焦獨家中國資訊，點讚、訂閱加小鈴鐺，帶你用不一樣的視角讀懂中國故事。作為加拿大總理，時隔8年的再次訪華，這8年間，中加關係起起落落，一度跌到半世紀以來的最低點。而這次卡尼訪華，陣仗直接拉滿，外交、農業、能源、貿易等多個核心領域的內閣要員全部隨行，用傾巢而出形容都不為過。出發前，卡尼更是反覆強調，中國是加拿大第2大貿易夥伴，只要中加關係走順了，太平洋兩岸都會受益。這話裡的期待藏都藏不住。小編覺得卡尼這股剛落地就開聊的急切，絕對不是裝出來的，而是真的沒時間兜圈子了，背後藏着的是加拿大當下難以化解的困境與焦慮。首先最頭痛的就是被美國卡脖子的地緣與經濟雙重壓力。加拿大有個天生的硬傷，離美國太近，近到幾乎沒有喘息空間。最近10天裡，特朗普連着4次放狠話，直言無論用什麼方式都要拿下格陵蘭島，哪怕影響北約盟友關係也在所不惜。大家打開地圖就能明白，格陵蘭島就在加拿大東北方向，一旦被美國掌控，再加上西北邊的阿拉斯加和南邊的美國本土，加拿大就會被美國從地理上徹底包圍。更讓加拿大坐不住的是，特朗普政府推行的門羅主義 2.0， 就是要強化對西半球的控制，不僅把美墨加協定以外的加拿大輸美商品關稅上調至 35%， 還多次在外交場合公開貶低加拿大。更離譜的是，特朗普不止一次公開嚷嚷說要認真考慮吞併加拿大，讓加拿大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。這話對加拿大來說簡直是奇恥大辱。可憤怒歸憤怒，加拿大卻沒有反抗的資本。數據擺在這，加拿大75%的經濟出口都依賴美國，國防軍事也和美國深度捆綁，相當於國家命脈全被美國攥在手裡。美國一打噴嚏，加拿大就得重感冒。就像這次美國盯上格陵蘭島，加拿大第一個跳出來反對，卻根本沒底氣和美國硬剛。這種被牢牢拿捏的無力感，讓加拿大不得不急着找新的出路。其次，國內的經濟壓力已經逼到了牆角。卡尼這次帶了這麼多農業、貿易領域的官員，核心目標之一就是重新打開中國的農產品市場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加拿大的油菜籽產業幾乎是靠中國吃飯，咱們一直是他們油菜籽的全球最大買家。加拿大每年60%以上的油菜籽產量都得靠中國市場消化，從種植油菜的農民到下游的加工企業，一整條產業鏈都指着中國訂單活。除了油菜籽，加拿大沿海4省的水產品行業也嚴重依賴中國市場。這2類農產品直接關係到加拿大7個省的票倉穩定。可此前加拿大跟着美國對華搞小動作，咱們在規則和市場層面精準回應，加拿大的油菜籽、豌豆等產品進口受限，相關產業遭到重創。加拿大媒體 The Phoenix 就直言，中國實際上已經對這些產品關上了大門。現在加拿大草原3省的農場主們都在翹首以盼卡尼訪華能有結果。要是打不開中國市場，很多人的生計就真的要出問題了。更關鍵的是，國內民眾的態度也逼着卡尼必須拿出成果。民調顯示，54%的加拿大民眾支持加強與中國的貿易合作，這個比例對任何一位總理來說都是不能忽視的政治信號。要是搞不定對華合作，解決不了農民的生計問題，卡尼這個總理的位子能不能坐穩都得打個問號。還有個小插曲更能說明情況的複雜，就在卡尼訪華前不久，有加拿大官員暗訪台島，還和賴清德見了面。賴清德甚至公開感謝加拿大，聲稱要深化所謂合作，擺明了就是想攪黃中加關係。在這種背景下，卡尼剛下飛機就急着和中方溝通，其實還有另一層意思，搶時間，劃清線。明確這次來是談合作解決問題的，不是來制造新問題的。畢竟對加拿大來說，台灣問題從來不是核心利益，中加經貿才是。為了台獨勢力得罪中國，既換不來安全，也換不來市場，純屬得不償失。總的來說，卡尼這趟訪華姿態擺得很到位。
着急的心態也藏不住。但中方看重的從來不是閒題旁聊了多久，而是在訪華的4天裡，加拿大能不能在關鍵問題上拿出實際行動，關稅怎麼談，農產品通道怎麼恢復，涉台問題能不能守住底線，這些才是真正的考卷。從2017年特魯多訪華時的友好升溫，到後來跟着美國搞對抗，把雙邊關係拖入低谷，加拿大算是真切嘗到了反華的慘痛代價，也終於明白跟着別人當馬前卒只會坑了自己。卡尼和前任特魯多完全不一樣。特魯多滿腦子都是虛頭巴腦的價值觀外交，動輒拿人權、民主當幌子，對咱們指手畫腳。結果呢，除了把中加關係搞得一團糟，讓本國農民和企業利益嚴重受損，啥實際好處都沒撈到。而卡尼是經濟學家出身，還當過英國和加拿大兩國的央行行長，看問題更務實，眼裡全是經濟賬本。這賬本一攤開，數據是冰冷的。跟着美國對華加徵電動汽車、鋼鋁產品關稅，搞所謂技術封鎖，禁止華為參與相關建設，結果卻是殺敵800，自損1000。就說油菜籽產業，咱們之前是加拿大油菜籽的最大買家，可加拿大跟着美國搞小動作後，咱們加強了檢驗檢疫，不合格的產品自然進不來。這一下，加拿大薩斯喀徹溫省的農民直接傻眼了，油菜籽堆在倉庫裡賣不出去，庫存量同比暴增40%，不少農場主瀕臨破產，還有龍蝦、豬肉等農產品也因為一系列反制措施，出口受阻，相關行業叫苦不迭。除了農業，能源領域也一樣。加拿大的能源資源豐富，本想和中國展開深度合作，可因為雙邊關係惡化，很多合作項目都停了擺。反觀和咱們保持友好合作的國家，都在共享中國發展的紅利，加拿大卻硬生生把到手的機遇推了出去。這種對比讓加拿大的商界、產業界怨聲載道，也逼着政府不得不調整對華政策。更讓加拿大清醒的是美國的背刺。以前加拿大覺得跟着美國混，好歹有口湯喝，就算交保護費也值。可特朗普上台後，完全不把這個小弟放在眼裡，對加拿大的鋼鐵、鋁材、汽車通通加稅，還公開貶低加拿大，甚至喊出吞併加拿大的荒唐言論。這讓加拿大徹底明白，美國所謂的盟友關係根本就是利益優先，只要自己利益受損，連小弟都能坑。痛定思痛後，加拿大新政府終於悟出了咱們老祖宗幾千年前就懂的道理，不能把所有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。過去加拿大75%的出口都綁在美國身上，美國一有風吹草動，加拿大經濟就受衝擊。所以卡尼政府提出，未來10年要把對非美國市場的出口額翻一番。而放眼全球，能接得住加拿大這麼大出口體量的，只有中國這個第2大貿易夥伴。這也是卡尼急着訪華的核心原因，不僅是來求財，更是來求援，在地緣政治上為自己找一個戰略支點。畢竟現在美國對格陵蘭島的野心都擺到了台面上，加拿大難免擔心下一個被針對的就是自己。加拿大的北極地區也有豐富的礦產和油氣資源，還想利用北極航道發展經濟。可美國把整個北美當成後院，根本不允許加拿大自主發展。這種情況下，和中國搞好關係，就能增加和美國博弈的籌碼。說白了，就是告訴美國，我要是和東方大客戶搞好合作，你再逼我，我就把生意全跟人家做，到時候你連湯都喝不上。但這裡有個關鍵問題，加拿大的誠意到底有多少？過去幾年，加拿大一直在搞兩面派的操作，一邊想把油菜籽、龍蝦賣給中國，賺中國的錢，一邊又跟着美國在台海、南海搞小動作。軍艦單獨或跟着美國穿越台灣海峽至少3次，還和菲律賓在南海搞所謂聯合巡航。這種既要又要的策略在國際交往中最吃虧，只會不斷消耗互信，讓務實合作難以開展。現在加拿大因為地緣不安和經濟緊迫，轉頭尋求合作，要是還在核心利益問題上含糊其辭，左右搖擺，那合作的深度和廣度肯定會大打折扣。咱們的態度一直很明確，牌桌一直擺在這裡，歡迎所有想來合作共贏的朋友，但規矩不能破。相互尊重，平等互利。你帶着誠意來，我們有好酒好菜；要是跟着別人來砸場子，我們手裡的獵槍也早就上膛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內容到這裡就結束了。如果你喜歡小編的影片，還請大家多多點讚轉發，讓更多的人一起見證中國進步。關注我的頻道，這樣既能回顧往期視頻，又不會錯過之後的精彩內容。那我們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